你不要走，公子，你不要走，行不行啊，公子？你干什么？公子！传闻在古国南诏，道家秘典既有一卦，卦象所示，当血月与七星连珠同出之时，应起西方，应卦之人身陷两世因果。解卦者注：迷局混沌，缘解难分。又大又圆，真好看。方圆真是月色悠悠，面带羞。看错了，怎么透点红色呀？哎呀，有人落水了！救人呐！小姐落水了！救人呐！在高新区刑侦支队刑警和法医的侦办下，本市连环投毒案已经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警方透露，嫌疑人疑似反社会人格，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双侧血胸，左侧多发现肋骨骨折，肝脏挫裂伤，基本上可以结案了。今天晚上，局部地区夜空将上演一出罕见的超级血月奇观。喂，小张。孔法医，刑侦的兄弟说投毒那家伙好像在家附近活动。孔法医是吗？孔法医，你没事吧？血月与七星连珠同出，将上演一出罕见的超级应卦之人身陷两世因。会验室的大家小姐孔七七与此接触时会闪过一些记忆。孔府二小姐溺水后失忆。全姐，你醒了！速降！我怎么穿成这样？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在这儿？怎么都不记得了？小姐，他是谁？他们又是什么人啊？怎么都穿着古装？小姐，你是在叫我吗？小姐，你不认识清楚了吗？这是哪儿啊？这个尸体。既是醒了，便跟我走一趟吧。本官疑你与此案有所干系。来人。是。走。我们家小姐可是孔府二小姐孔七七，你们这样成何体统？他怎么知道我叫孔七七？不会吧，真来古代了？小姐姐，我不是你嘴里什么孔府二小姐，我是小姐，你说什么胡话呢？老爷是当朝赐福，我已经让车夫通知家里了，定能帮你脱罪。脱罪？我脱什么罪啊？我有什么罪啊？搞错了吧你们？小姐，孔二小姐，请吧。这群古人办事怎么一点流程都不讲，太不专业了。小姐，等等我。莫名其妙来到这儿，还成了嫌疑犯，真是够了。孔二小姐，你如果不交代
你为何同死者同时出现在水中，就休怪本官不给令尊面子了。我也才来的好吧，我上哪知道去？你说什么？你们查案也要讲究证据吧？论人证，你们有谁亲眼看到死者是被我推下去的？论物证，你们的法医，不对，应该是仵作。你们的仵作有在现场发现与我相关的东西吗？论杀人动机，我为什么要杀他呀？就凭我出现在一条谁都能出现的河边，就定我罪，也太草率了吧！更何况，她还是个孕妇。胡搅蛮缠！怎么这么眼熟？琪琪，我的生日礼物呢？对不起，琪琪，你走吧。我真的是想这本书你走出版了，吧等我有钱了就……琪琪，今天的事是我不对。穆之熙，难不成你也穿越了吗？怎么这么眼熟？琪琪，我的生日礼物呢？穆之熙，难不成你也穿越了吗？王爷，王爷，这位姑娘，你方才说你与死者并不相识，那你又如何得知死者有孕？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哎，等会儿，不对，不是，我真的不认识她。死者怀孕也是我醒来无意识发现的。你们让你们的仵作一验便知。回王爷，方才情况紧急，仵作并未详细查验。事情紧急，就更应该快速验尸啊！尸体落水的姿态有异，这个案件可能另有隐情。你如果溺水会怎么样？你，对啊，人如果溺水会下意识的扑腾。这个女尸双手抱着肚子，证明肚子的位置对她很重要。我无意按压女尸，她本应该充满溺液而柔软的肚子明显发硬。结合以上两点，此女怀孕的几率高达90%。她懂验尸？荒谬！你摸个肚子就知道人家怀孕了？蔡大人，有事吧？退下吧。是，王爷。有话直说便是。王爷，死者是您府里的丫鬟。既然如此，就更要查清楚了。孔姑娘，你所说的，都只是你的推测。到底是不是推测？你们解剖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啊？哎呀，就是把肚子剖开看一看。王爷，就如你所说，剖开看看。王爷，这有所不妥吧？放心吧，一切后果由本王承担。是。蔡大人，这样验尸不合规矩啊！王爷，您看这……验吧，看看他是不是满嘴胡言。你来我来，这你来吧。你帮我记录一下。堂堂相府小姐怎么会行仵作之事？
尸表检查，女性尸体一具，身长164，头发黑，头皮完整。指甲缝里有东西，镊子。猴。右手指缝有人体组织成分，生前可能与凶手发生搏斗。帮我照一下。口鼻腔及双侧挖耳道有明显分泌物，符合溺水死亡特征，具体死亡时间需要进一步确认。古人的发型也太碍事儿了。孔姑娘，这可是这个死者的手帕呀！我没那么多讲究。孔小姐，你这解剖方式我还是头一次见呢。王爷，尸体阴寒，您无妨。小心，别摔倒。库尔小姐，你没事吧？奇怪。我是溺水后来的这里吗？为什么他也在？该不会我们是一起穿越来的吧？怎么记不起来了？该死，他是故意装作不认识我吗？难道我溺水和来到这里都与他有关？难道我溺水和来到这里都与他有关？算了，还是先给自己洗脱罪名吧。这第一个盘子是我从女尸的指甲缝里发现的新鲜的人皮人肉，证明她生前与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搏斗。像这样，我的双手上面都没有被抓伤的痕迹，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吧？这孔姑娘方才晕倒，怕也是身体羸弱，看来是本王多虑了。至于这第二个盒子，我想就是他拼命护住肚子的原因吧。腹中的胎儿已经成型，至少应该有4个月以上。那这是何物啊？这第3个盘子是我取出来的胃内容物，现在还能看出来是一些没有消化完的梅花糕，应该是在他死亡之前2个小时吃的。就是1个时辰。好了，尸呢我也帮你们验了，人真的不是我杀的。九王爷，蔡大人，我就不奉陪了。哎，孔姑娘，夜深了，本王送你回府吧。为什么他会在？谁知道你是人是鬼？就不麻烦九王爷了。今日初见，这孔二小姐确实和一般闺秀大不一样。既然如此，就查查吧。是。
王爷，该喝药了。禀王爷，昨夜我们才查到小婉是您府上的丫鬟身份，今日京中便传开了您与她不清白。与人私通，出胎暗结，最后杀人害命，就为了栽赃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王爷。那就怕栽赃只是顺带，这其中另有隐情。那属下继续探查。这可如何是好啊？老爷，先喝茶。不喝。老爷，这事儿可不能就这样算了。验尸这种阿杂之事他都能做，以后还怎么得了啊？哎呀，老爷，你可得管管呐！这就是我古代的爸妈。影响了他自己的事儿是小，我们孔家其他的姑娘以后该怎么活呀？哎呀，看样子是要挨训了。反正也不是真的，管他呢。哎呀，出了这样的丑事啊，你还满不在乎你？够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你知错吗？我有什么错？我还是受害者呢。再说了，禁主不都派人告诉你们事情缘由了吗？我这时呢？好。来人！老爷，宫里派人来宣旨，请二小姐去西王府。回来再收拾。请我？这个家伙怎么阴魂不散？孔二小姐，请你查案的圣旨可是本王求来的。我谢谢你啊。这是什么？本王近日的行程。给我干嘛呀？今日坊间传闻，与本王无关。哦。册子上写得很清楚，本王6个月前便去皇陵为生母祭扫，2个月前方才回京，所以那腹中胎儿，本王不希望有什么误会。你等一下，我今天没出门，什么坊间传闻我也不知道。奴婢知道，奴婢知道。今日京中都在传，说云苑那具女尸是王爷的相好，是王爷。王爷，时辰到了，我去给您取药。小姐，奴婢也出去等了。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再说了，你有这个东西，交出去不就行了吗？干嘛？孔小姐有所不知，穆之西，你该死！装什么可怜？小时候不是很机灵吗？府里就这么一点事儿，弄得京城人尽皆知。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你是谁啊？你是谁啊？
气管里了。你起来一点。光天化日，你们在干什么？你是谁啊？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他？吾乃本朝太子。你又是何人？光天化日的行事如此放荡，该死！我呸！该死的人是你吧？就算是杀人凶手，也要给他辩解的机会。更何况还被人陷害，你身为兄长，不辨是非，枉为人兄。你看看，他差点被你害死。大胆！信不信我砍了你啊？今天吾不杀你，但若是穆之熙再做出有辱皇家威严之事，吾定送你下去陪他。哼！穆之熙，你好自为之。你没事吧？有芳，看看你头发都乱了。穆之熙，你怎么混得这么差呀？你说太子不会真的砍我头吧？那倒不会，但是下次不可如此了。你还想有下次啊？方才你用的法子倒是新奇，我不曾见过。它就是一个急救的办法。你要是想知道，我教你。像这样，放在旗上面2指，然后左手握拳，右手包住左手，这样用力拉，你别乱动啊。高二小姐，好了，可以了。哎，你别。王爷，查到了。哎，是沈家。要过来了，快走！匡儿小姐，方才之事，只有他们2个人，能行吗？柴胡的身手一个人去都没问题，你就把蔡洛南当做看戏的吧。气氛组？提刑司拿人，你还敢还手？提刑司又怎样？你知道我是谁吗？要么束手就擒，要么挨打。小爷我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给我把这个男人婆收拾了！哇，柴胡好厉害呀！上！好你个男人婆，你给我等着，我回去告诉我爹去。我爹不必了，你爹已经派人去请了。明日公堂，我希望你能去一次。我也就能帮忙验验尸什么的，这问案的事儿，我去干什么呀？蔡洛南说的沈家虽不是官绅，但却和朝堂之上牵扯颇多。若没有实际的证据，就没有理由抓他。你可有什么办法，能证实沈家公子是孩子父亲一事？要是能做亲子鉴定就好了，但在这儿 ，DNA 什么的肯定不行了。你说什么？我有办法。王爷，人抓到了，身手没退步，也就比你强一点吧。
沈觉，你与人私通，害人性命，你可知罪？蔡大人，您在说什么？学生听不明白。不知蔡大人所言，可有证据？若是为了洗清旁人罪责，无端诬陷我儿，就是闹到刑部，我也是不怕的。沈员外不必如此叫嚣，不若我把刑部尚书任安也请来听听，看看是否栽赃，也让他看看沈员外是如何扰乱公堂、无视皇亲的。如果上次验尸时脑海中出现的片段是我本来的记忆，那我究竟是怎么来的，又要怎么回去呢？这样看来，验尸可能才是关键。法医之责，为生者全，为死者严。你放心，我会最后为你和孩子撑一次伞。沈觉，你是说你不认识本王府的下人？你们王府门高院大，我一介布衣，怎会认识你府里的下人呢？倒是有些个婢女小厮，整日围着王爷转。论嫌疑，王爷不比我大多了。黄高铺的伙计已经证实，你连着1个月，每2日就会和小婉去糕饼铺买上半斤梅花糕，你还抵赖？哦，原来是他呀！不过只是看上他几分姿色，亲热几分。我沈觉风流一世，这也能算是证据。诡辩！来人，拿下！是。哎，你们难道还要屈打成招不成？放开我！放开！退下吧。仵作已经证实，死者的右手4个手指处都有凶手的皮屑。那这4指抓伤，沈公子该如何解释啊？孩子可是你的亲生夫人啊！你们有证据就拿出来，东掰西扯的，我这像是猫抓的不行吗？哼，猫抓的，你们家猫可够大的。本官问你，千秋宴当晚你在何地？禀告大人，千秋宴当晚，我与家父家母在云苑等烟火，家中的仆人和云苑的人都能为我作证。如此，倒是我冤枉沈公子了。只是那日云苑，本王的人说拾到了遗物，众人皆说是沈公子之物。今日沈公子在，不妨帮本王辨认一二。若是沈公子的，自当物归原主。沈公子，你可要看仔细了，这可是你的东西。这是何物？本公子不认识。亲生骨肉，沈公子当真不认识？沈公子，我肚子里可是你亲生孩子。也是，毕竟这孩子是我亲手从母亲肚子里取出来的，您自是没见过。不过呢，孩童4个月大了，取出来的时候，
还在跳着。沈公子，你可知滴血验亲之法对未出世的胎儿也是有效的？你说，我们要不要试一试？柴胡，替沈公子验血。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是他得寸进尺，仗着肚子里的孽障，狮子大开口，说把这件事情弄得刑部侍郎谭大人知道，我与谭家的婚事是我父亲好不容易求来的，他该死啊！我只是不小心推了他一把，他就掉进河里，没2下就断了气。不怪我，不怪我，他该死啊！沈觉，你与人私通，害人性命，证据确凿，给我押下去，择日宣判。父亲救我！父亲，救我！父亲！娘亲，我今日结识了一位姑娘，验尸技法精奇，若能留在身边为我所用，你的死因或许很快就能找到验证之法了。王爷，孔七七确实是孔家二爷之女，自幼跟着孔家二爷在老家长大，2年前过继给孔相才到京城。至于验尸一级，孔七七确实跟着当地仵作学过一段时间。乡里妇女对此有诸多非议。知道了，时不我待，那就本月群臣宴吧。父皇，孔大人。哦。哼，小人得志。吃，就知道吃。这不是晚宴吗？多这东西干嘛？你造孽呀！官家也不知今日为何，非让我带你一同前来。官家，前几日云苑溺水案，幸亏有孔大人的二女儿大胆出手，案件才能快速告破。有如此优秀的女儿，孔大人可谓是功不可没呀。哦，竟是如此，孔卿。哦，回官家，此案乃刑部上下和九王爷协力破获，小女实属侥幸，微臣不敢居功。站起来回话。对，不敢。你身为闺秀，整日与尸体为伍，成何体统？与尸体为伍怎么了？实在是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呐！有你过。竹青，父皇，孔七七，朝堂险恶，既然你已卷入其中，便留在我身边，与我并肩一程吧。父皇，云苑一案，儿臣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还望父皇赐婚。云苑一案，儿臣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还望父皇赐婚。你坐下。
你怎会看上个如此上不了台面的女子？小九，君前无戏言呐。你确定你说的是孔二小姐？我原本想着，孔二小姐聪慧果敢，正直善良，虽为女子，但亦有济世之心。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儿臣自知身体不济，恐不能与家人白首，唯愿余生与心悦之人携手，还望父皇成全。哎呀，这好好的说什么丧气话啊！父皇，哎呀，看来是朕的小九长大了，也是成家方能立业。好，朕允了。谢父皇。莫名其妙来这个朝代也就算了，还赶上御赐婚事。莫知熙，我救了你2回，你居然要娶我，你这是恩将仇报！我不管，你现在就跟皇上说你是骗人的！哎，孔二小姐，可能你不相信，但我说的句句属实。我就不信我逃跑，你还能把我逮回。哎呀，我看姑娘今日有血光之灾呀！哎，贫道有把桃木剑，可驱灾避祸。所谓剑赠有缘人，不如这把剑就以50两的价格赠与小姐了。50两？嗯，还赠我？送你。我看你像50两。姑娘，我看你胡子都没有长好，守不守骗子的基本法则啊你？姑娘知道了，快去把小姐找回来！是。你怎么在这儿啊？哦，看来你是要离家出走啊！我愿助姑娘一臂之力。小姐，老爷和夫人正找你呢。你回去。你回去，小姐。客官慢走。姑娘聪慧过人，竟是今日第一个把我识破的。我古月认定你这个朋友了。来，喝一杯。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那是当然，就没有比我这鸿宾楼更安全的地方。你这个江湖骗子说的话，我也能信？朋友，不过是一些江湖手段，需要再提，需要再提。来，喝酒。你等一下，你是说你知道很多江湖手段？那你真是问对人了，江湖百晓生，正是在下。既然如此，那我就交定你这朋友了。二小姐被鸿宾楼的东家带走了，找不回二小姐，唯你们是问。是。那这位白晓生朋友，那你一定知道关于一些走出京城的路喽？离开京城，拿着户籍去官府办个路引，完了陆路、水路任你挑选。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钱，要不我给你。我是说，有没有一些朋友，刚好呢，他们知道一些可以弄假录影的办法？朋友，造假录影是犯法的。哟，不是，二小姐，老爷夫人请你回府。不关我事啊，不关我事。鸿宾楼的道士老板，京城谁不认识？又在这坑蒙拐骗。
二小姐请。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啊！我，吉时到，新妇入门，迎亲，迎亲了，迎亲了。撒鼓豆，你真是强抢民女。秦生，画满。这孔二小姐满脸不情愿，这会誓不简单呐。可不是嘛，王爷求娶一个次女，还有反抗的余地吗？拜仙灵。验尸验出的感情，可谓是生死之交啊！蔡大人，我们王爷今日大婚，莫要说些丧气话。饮河锦酒。牵手引入洞房。让你逼我，我就不动，看你能怎样。牵手引入洞房。让你逼我，我就不动，看你能怎样。这新娘子是喝多了不成？怎么跟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今天高低让你出点丑。你干嘛？入洞房。沉死！要不然我这木之熙还没回来，赶紧跑了得了。夫人要去哪儿？拜过堂，喝过合卺酒，夫人该去正堂迎客了。我不去。爱谁去谁去，反正丢的又不是我孔七七的脸。你果然不是孔家的二小姐。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你若真的是孔家二小姐，又怎会不担心孔家上下的60几口人呢？毕竟抗旨逃婚，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呀。木之熙，你到底什么目的嘛？你那天说的话，3岁小孩都不会信的好吧？云苑一案，儿臣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还望父皇赐婚。那你觉得我能有什么目的？当然是图……木之熙，你干什么呀？
其实本王有一个案子需要你的帮助，但此事事关重大，如果不把你娶回家，本王不放心。穆之熙，有你这么求人的吗？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不就是验尸吗？你给我一具白骨，我一样可以验。正是白骨。白骨就白骨，你现在把白骨给我拿到这儿，验完就放我走。此事还需徐徐图纸，你且稍安勿躁。不过有一事本王不明，你为何如此想要离开？我自然有我自己的道理。哎呀，跟你说不明白，你这王府又没有尸体，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嘛。验尸，什么尸体都行。嗯，这有何难？本王同蔡洛南说，往后提刑司的案子，你皆可参与就是了。就这？当然。本王的身体你也知道，倒是你，不会对本王起什么心思吧？迎客。男尸一具，年龄40左右，死因钝器所伤，左侧第2根肋骨有轻微骨折。女尸一具，20出头，窒息。奇怪，上次验尸就能回忆穿越之前的事儿，这回为什么没有新的记忆呢？难道不是因为验尸，还是说对尸体有要求？郡主，坐这儿帮我剥虾。烦死了！都验了这么多具尸体了，怎么还是这些线索？真烦！看什么看？你有意见啊？不，我特别欣赏像你这样能吃的姑娘。哎，不过你验尸究竟要查什么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感觉你要看病。我。哎，对了，那天你被抓走，没事吧？没事啊，就被逼着成了个亲。啊？成亲？原来你上次逃跑是为了逃婚啊？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我还想着，如果是你家中有什么麻烦，看在我俩投缘的份上，我还能去提亲，刚好救你于水火。你作为报答，你就陪着我浪迹天涯，多好！小姐，别激动，别激动。王妃，王爷有急事。穆之熙，你怎么找到这儿了？京郊沈家别庄发现了沈万两的尸体。沈爵他爹。小姐，别激动，别激动。王妃，王爷有急事。穆之熙，你怎么找到这儿了？京郊沈家别庄发现了沈万两的尸体。沈爵他爹。是。那还等什么？走啊！本王的夫人自是不会有什么麻烦。至于浪迹天涯，若是她想，本王也能陪着她，就不劳烦公子费心。嚯，真够晃眼的！哇，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吧？可不是嘛！
这得是多少人的梦想啊！谁说不是呢？王妃有什么吩咐？蔡大人，你可真够贫的呢。多谢夸奖。你们两个说正事。蔡大人，你是说沈万两是被这堆金子压死的？沈家下人交代，沈万两昨夜的时候传了一次扇，进到房间就一直没出来，直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动静。下人们觉得奇怪，一推门便看到这么个场景。这么看也看不出来个什么。蔡大人，叫你的人把这些金砖的位置标记好，然后把金砖和尸体一起抬回提刑司，我们进行下一步检查。好，来人，是。回去吧。这这些日子辛苦了。还好吧，要是能有收获就更好了。什么收获？童你也讲不清楚。怎么，你也怕喝药啊？也不是怕，只是幼年时养成的一些习惯罢了。王爷，回城的路被堵住了。这家伙怎么这样啊？这是怎么了？这怕是江南水患的流民来了。怎么会如此突然？江南路远，水患的折子昨日才递到京，这怕是第一批受灾逃难的百姓。你们这是怎么了？王妃，啊，大爷，给点吃的吧！让开！心情好啊，给点吃的。你们让开！给点吃的啊，给点吃的。让开！让开！茶果，金好。茶果，你怎么了？茶果，站住！站住！站住！王爷王妃，下官来晚了。柴胡姑娘受伤了，我们先给她包扎吧。好，柴胡慢点。柴胡，你伤得这么重，一定很疼吧？你忍着点啊。带回去，仔细审。是。带回去。是。好了，柴胡，回去记得静养几天，然后勤换药。好。还有王爷，他也受伤了。进来吧，我帮你弄一下。这也没什么事儿啊。柴胡，帮我拿一下药。忍着点啊。不
好意思啊，没怎么治过活人，下手重了些。你，柴胡，你笑起来真可爱。王爷，属下轻浮了，一时失态。王妃，柴胡不爱笑，下次不会了。你一点都不轻浮，要不是我没听你的话，你也就不会受伤了。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还以为你会去救他呢。王爷他……柴胡，王爷毕竟是男子，即使再瘦弱，这种情况下，也比女子有自保能力。就他？我还以为他只会占点小便宜呢。今日受到了惊吓，你是回府，还是去提刑司？提刑司，我倒要看看一个沈万两背后到底有什么。这也是在现场发现的？老朽也不知这银锭是何时出现的，我给你查一查。这块银锭并没有记录在册。即便如此，也带回去让蔡大人好好查一查，说不定与凶手有关。是。验尸吧。好。死者面部呈紫干色，不排除机械性窒息的可能。根据尸表、尸斑及尸体腐烂程度，再结合沈家别院管家的证词，初步判定死亡时间是昨日戌时。身体其余受伤部位无生活反应，为死后伤。王妃，稍等一下。这是为您准备的刀具。哇，这么快就做好了？老朽不敢，是九王爷。啊？那天王妃给我图纸后，王仵作，九王爷，这是何物？回九王爷的话，这是王妃要的解剖刀具。这图上的器具做工精细，草民大多不知道，实在难办。给我吧。是。那属下先行告退。好吧，那我就敬你一口。开始吧。穆之熙，七七，3年前你说你要当一个作家，说2年之后我们就结婚。好，我等了你2年，那2年你有表示过吗？还说你父母需要时间接受我的职业，我又等了你1年。今年呢？你还有别的借口吗？七七，你听我解释啊！我听你解释什么？3年又3年，我等你求婚等了6年，我这是你骗鬼的吧？我知道，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法医？七七，穆之熙，我们分手吧。七七，你听我解释。你走！七七，没事了。我知道了，是之熙，他和我一起来了。那我溺水和他有关系吗？
到了吧，往后不再用了。王爷，您的意思是？今日之事，若是我，琪琪也不至于陷入危险。但是如果药停了，官家和太子那边想必会……我心里有数，药继续熬，不露出马脚即可。抓住的那些流民，可有审出什么？杀手并非江南流民，家中原有一姐姐，被拍花子拐跑了。今天早些时候，有人告诉他王妃就是那幕后老板。那姐姐已遭遇不测，才有了后面的事。借刀杀人吗？出门备车。王爷这是要去哪儿？去接七七，不可让她再陷入危险。王妃，你可是不舒服？这扳指是我从沈万两喉咙里取出来的，他一辈子为富不仁，到头来却被这金子给噎死了。你说，这算不算是罪有应得啊？这银锭就是在那堆金砖里发现的，仵作老王还说这不是从现场带回来的。我觉得你可以带回去，好好查查这背后的事儿，说不定有新发现。这扳指有问题？5年前春节，藩邦曾进贡一批宝石，官家命织造司打造了一批扳指，分给了几位老臣。你爹有一枚。那这戒指？但这一枚是刑部尚书的。夫人，可有验出什么？七七，你怎么了？七七，今儿个怎么了？你看看，都是你最爱吃的，醉虾、醋鱼，你快吃啊！古月，你好像从来都没有烦恼。我若烦恼，麻烦能解决吗？那烦恼有何用？既然无用，要它做什么？
有心事，宁愿先与外人倾吐。七七，我们如此疏远。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爱人，但是他这个爱人好像做了伤害他的事儿，后来他又遇到了他，他现在好像对他又很好，你说他要不要原谅他呀？为什么不呢？可是他伤害了他呀。你也说了，他伤害了你。朋友这个事儿只是可能，既然是爱人，那有什么不能摊开来说的呢？或许你朋友以为的过去是个误会呢。真的是误会吗？那他是不是也都忘记了？回家。莫之熙，你会伤害我吗？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不会有那么一天。回家查案子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那些金砖是在沈万良死后才压在身上的，而他真正的死因，可能是被一枚属于任安的扳指所噎死的。那枚扳指是御刺，但所有的证据全都指向任安，会不会太明显了些啊？确实如此。任安乃朝廷重臣，拿他问案不可轻举妄动。哎，明日任府刚好有场宴会，帖子前几日就递到了府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不过还有一件事，我那天在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一枚银锭，但是在金砖里面发现的。我去查了提刑司所有的记录，都没有发现这枚银锭，只怕是有人刻意放进来的。或许……柴虎，那批银两出现了。哎，七七，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柴虎，爹，娘，那批香烟终于出现了。这些年，我改名换姓，苦练武艺，就是为了给你们报仇。我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样活着，连想你们的时候，我都无处祭奠。娘，快了，这一切都快了。你们等着，越会识别那批贼人。
家族平反。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如此莽撞。我陆家上下20几口人命，边关10万将士的性命都悬在这批银子上，这么多年从未现世，你现在叫我如何冷静？如何？这背后之人既已出招，我们等着便是。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早晚有一天能揪出狐狸尾巴。那王妃呢？这件事，七七既是我的妻子，也该让她知道这件事了。毕竟，要调查母妃的死，终究绕不开这件事。收拾好心情，别让那些人抓住把柄。说好一起来查沈万良的案子，结果到现在人都不知道去哪儿。哎，来了都1个月了，能想起来的东西就这么点儿。小姐，什么这么点儿？哎，那不是九王爷新娶的王妃吗？是啊，你看，就是她。可惜是年纪轻轻的，看上九王爷这么个身子。哎呀，别胡说，那一位是你能说的吗？要我说呀，那王妃自在那云苑出事以后，她就整天跟尸体为伍。哎呦，太晦气了！那日以后啊，这王妃就不再是活人了。哎呀，哎，公主，你们众位夫人，在这说本王王妃的小话时，可想过有朝一日，汝等也可能和仵作打交道？夫人，快起身。没事吧？众位夫人在家中主持钟馗，想必一定十分繁琐复杂。那想来是不想让自家官人觉得诸位整日清闲，才有空在这里无事生非。再者说，仵作一职，替生者言为死者语，所知所学哪里是简单的呢？三位夫人如此言行，难免有些无德无望。还不快下去！下去！九王爷言之有理。王妃这几日在我们三司可是出尽了风头啊！刑部的仵作还说着要去提刑司向王妃讨教讨教呢。想必这就是与沈员外关系匪浅的任大人吧？久仰呀。下官今日身体偶有不适，还请王爷王妃海涵，由卓京替下官好好款待二位。王爷王妃这边请。走吧。柴胡，七七。
好了。你把他搬过来了，现场怎么办？弟兄们急着救人，所以就……大哥，都烧成这样了，你救的什么人啊？这就是七七吧？云大人，免了。果然是个胆子大的，不错。舅舅，夫人，快见过舅舅。你我成亲时，哎，先不忙着认亲。满朝皆知，云远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此事若是冲着你来的，恐怕……舅舅不必过于担心，到底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尚不清楚。策洛南，可查出死者身份？由于尸体烧毁得太严重，尚无法分辨。不过我已经派了一队人马前去查今晚值守的下人是何人，但疑点众多，怕是得劳烦王妃了。好，恐怕今晚要辛苦夫人了。谢谢你今天说的话，听着还挺顺耳的。今日所言全为心里话。我就去看现场了，你和舅舅再叙叙旧。蔡大人，带路吧。走吧。你知道现场在哪儿吗？你就去。哎呀，怎么就你话多？快走。主子，都处理干净了。
方便你验尸的时候收束衣物。还有一副手套。来，还合适吗？好了。发现尸体的位置有股胡麻油的味道。尸体的背部与草坪接触的地方没有被火灼烧的痕迹。尸体表面的痕迹与活活被烧死的完全不相同，所以尸体定是死后扔到云院，然后再放火焚烧。所以云院的火恐怕不是意外。夜深了，王妃该早些休息了。今日先行回府，以免累坏了身子。王爷真是体贴入微啊！看好尸体，再有像上次沈万两的事，你知道后果的。哦，走吧。舅舅，明日见。你们俩看好尸体啊！是。哼。尸体发现于火灾现场，皮肤表层完全烧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我原本定的交稿的日子啊。琪琪，对不起，我忙着交稿，你别生气。3年前你说你要当一个作家，说2年之后我们就结婚。好，我等了你2年，那2年你有表示过吗？你还说你父母需要时间接受我的职业，我又等了你1年。今年呢？你还有别的借口吗？不是借口，琪琪，我计划着今年。别说了，我不想再拖下去了。弘法仪式吧。琪琪，没事了，没事了，琪琪，我已经报警了，别让我保护你。你很会验尸吗？不如你喝完这个，给自己验验尸。是我一直误会的，原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知悉，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来的。我要带你一起回去。王爷，知悉，王妃。提笔于春分时节。走，快走！知悉，琪琪，你怎么突然？眉间点针至上眼，却不懂凡尘若烟。就此看缘起分灭。累累月光长。怎么突然？
不突然，早就该这样了。夫人这话的意思是？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会让你都想起来的。想起什么？你先让我下去啊，我要去验尸。哦。你拽我做甚？他们俩光天化日有伤风化，我今日定要阻拦他们去。你。蔡大人看够了吗？对，是王爷和王妃都已经成婚了。王爷，哎，是我脑子不好，忘记了。我已经仔细查验过尸体，尸体的面部呈大面积烧伤，所以没有什么可用的证据。但是尸体的胃部未发现炭末，所以是死后烧伤。云苑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这一点昨晚已经在现场求证。但尸体的脏器呈大范围衰竭状态，不排除有中毒的可能。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仵作做了记录，他现在正在对比是哪一种毒物。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证明死者的身份？有，死者的背部烧伤较为轻微，所以能看到左侧左肩上有一块黑色胎记，大概这么大。好，我现在就去查。哎，等一下，死者的背部因为没有被烧伤，所以留下了一片残留的衣料。我看着像是昨日宴会上任安所穿的款式。是他。你先差人去查一下人府，若无收获，再去京城那几个大的布庄查查。那沈文两个案子怎么办？先查了再说。是。你跟我来，你保护我。你是说生前烧死与死后焚烧有很大区别？是啊。那你的意思是，他是死后才被人焚烧的？对啊，如果是生前烧死，人会因为火焰温度过高而紧闭双眼，眼角就会出现鹅爪形的纹路。鹅爪形的纹路。哎呀，我演示给你看看，就像这样。哎，你刚才紧闭双眼产生的纹路就是鹅爪形纹路。然后，如果是死前被烧，人的整个呼吸系统，还有消化系统。就是鼻子，然后口，再然后就是喉咙，以及下面的胃部，这些就是消化系统的组成结构。手脚了。那个，没有，你是不是该？哦，那是当然，就是不知道夫人可是要求。你快走，你快走！丢死人了！我干嘛闭眼睛啊？
琪琪丫头，那日你发现的银锭，并不是普通的银锭。19年前，我率10万大军到北漠交战，朝廷军饷迟迟未到，前线却传来消息，说我的副将陆衡同皇上胡家勾结，私吞了20万两赏银。圣上朕下令严惩，因此陆家、胡家被满门抄斩，我军大败，连小溪的母亲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一病不起。这没多久就走了。我打了败仗，便回京交了虎符，领了个闲职，才知道当日抄家并没有在陆胡两家找到这20万两小银的踪影。直至今日，这笔小银的下落也无人知晓。按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印记是属于那批小银的？事情正如舅舅所言，当年胡家大部分生意都被沈家接手，才有了后来富甲一方的沈家。只是有一点，舅舅说的不对，我母妃的死并非病逝。只是有一点，舅舅说的不对，我母妃的死并非病逝。哎呀，云老头儿，我说你这关闭不了多久吧？啊？仇道士，你来这儿干嘛呀？我说今日饭菜比往日的香呢，原来你这是来了客人了。玉娃娃，你不是这里的人。道长好眼力，我夫人并非京城人士。对，我祖籍青州的。女娃娃，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若是信我，7日之后你来云苑，林老头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走了。啊，仇道士，你装什么神，弄什么鬼啊？林老头挂硬了是躲不了的。走走。卦，难道这道士知道点什么？岂有此理！官家息怒，父皇息怒。堂堂刑部尚书，居然成了嫌犯，还被人灭口焚尸，朕的江山已经乱成这样了吗？官家，沈万两一案颇有疑点，任大人又突遭意外，两案颇为蹊跷。臣以为当务之急，应委任新的刑部尚书，将两案并案侦查，缉拿凶手。臣请旨升刑部侍郎谭大人为刑部尚书，负责此案。此事朕自有安排。官家，臣告退。父皇，您的身体，朕还撑得住。
金蝶界那边，儿臣已经在查了。好，那就好。江南水患也不能不治，但江南官场错综复杂。这样，你择日启程，去一趟江南，将此事办妥。儿臣领旨。什么？你让我查的白骨案是你母妃？正是。当年我尚且年幼，宫中记载的是母妃积郁成疾，不幸薨逝。但我查过其他资料，母妃薨逝那年，寝宫突然倒塌，之后就被封存，5年前才开始重建。而我也是从那年起，身体突患恶疾，常年汤药不断。验白骨并不难，只是你母妃她葬在皇陵，我们该怎么验呢？此事虽不易，但也不是不能办成。待我仔细筹划一番。那好，既然你对此事心存疑虑，找到真相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柴胡刚查到一条线索，曾服侍母妃的婢女，生有一女尚在人世。找到她，或许就离真相不远了。不过，知悉，你身体不好，真的只是突发恶疾吗？此事果然瞒不住你，我并非生病或是中毒，只是那一年服用了剂量有误的汤药，看上去与生病无异。但若继续服用下去，身体只会越来越虚弱。早些年是不知情的，后来是担心太子得知此事对我不利，才没有把药停了。那你的身体……放心，如今已经停药了，无大碍了。王爷，宫中有人来传旨了。怎么又多了几道皱纹？还是雪狼对我好。来，客官里面请。走了，回见。老板，生意兴隆啊！谢了。哎，东家，御史大夫，我倒要看看他接不接得住啊！太子，老师，官家怎的派你去江南？江南水患，朝廷自是要派人前去的。让九王爷前往江南救藩的折子已经递上了2回，官家只是压下不义，今日又派了御史台的蒋大人赴任了刑部尚书，还直接封了九王爷为御史台大夫，负责仁安一案。也不知这官家是如何打算的。父皇的圣意，我等自然是不敢揣测的。哈哈，
既然如此，微臣也不多言了。也罢，老夫修书信一封于你，你带去江南。倘若你在江南遇到什么麻烦，你便将此书信交与江南刺史，他是我的学生，一定会助你。吾多谢老师的挂记。王爷，鸿宾楼谷老板来了。他来做什么？见过七七了？没有，说是来找你的。找我？这不能进！对啊，找你啊！王爷，小的没拦住。你入府不递名帖吗？本来是应该的，但今日我觉得可以不用。好好看看吧。如何？我这名帖还需要递吗？为何如此？你猜我本该姓什么？当年之事，我能查到内容有限，还有一些是近些年李怀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证据。除了报仇，你还有何所求？我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只是想把他们交给能好好利用他们的人。至于报仇，我也没什么想法。人生在世，除了报仇，我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倒是豁达，不然又能如何？尽人事，听天命。就像有的人错过了，他就只能是别人的夫人了。我告诉你，七七，王爷，王爷，出事了！就他们家是吧？东家，东家！查到什么没有？还没。蔡大人，鸿宾楼老板古月带到。好，下去吧。是。王爷，你们认识？不熟。认识。哦。周围百姓怎么如此之多？没有清场。发现尸首的是死者的婢女，结果受到惊吓，就惊了鸿宾楼的所有人。我们一到现场，所有人就都称是猫妖作祟。猫妖？无稽之谈。王爷，你看，王爷，此案实在离奇。王妃她何时能来？王妃近日操劳，尚未起身。我已经留了话，想必不多时就会过来。是。谁是古月？我是。拿下！为什么？喂！你们凭什么抓我？喂！哎，轻点！正好王爷在，官家有口谕。此案引起民间风波甚广，令御史台并提刑司一同办案，3日之内务必侦办此案。鸿宾楼老板古月有重大作案嫌疑，
押入慎刑司候审。莫知悉，你帮我说句话。王爷，在下告退。哎，等一下。古老板和王妃是旧友，还请各位多关照一二。带走。是。走。莫知悉，快点救我！我是冤枉的。你看什么呀？查呀！你别动我！王妃，七七，救我！七七，快走！不愿，七七，你傻有傻福，一定会没事的。你不必担心，我已经交代过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就……同宾楼出了一起命案，现场百姓众多，已经传言是邪祟作怪。宫中为了平息谣言，只能先将古月拿了。出点血，心肌萎缩，可怎么看都不像是猝死。真的这么巧吗？上次见你还是群臣宴，风华绝代。如今，你放心，如果你是被人所害，我定会为你找到杀人凶手。女性尸体一具，身长大约有5尺，年龄约22岁。除面部有明显抓痕，身体无其余外伤。开始验尸。亲爱的，我的生日礼物呢？没有。怎么没有？没有。真没有。就是我呀。就是你啊。穆知悉，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嘛。哎，知悉，知悉。怎么了？今天要是累了，就早点休息吧。验尸的结果你都知道啦？蔡洛南正在写结案的折子。可是我觉得都太巧合了，好像被人安排好了一样。再说了，现在要伪造成猝死的方法有太多了。要是能化验就好了。化验？哦，就是做一些检查，只是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你要是缺什么，就像上次一样画出来，我差人去做。若你真觉得有问题，那我就通知下去，先不报给父皇，我再陪你查一查。好。王爷、王妃，您这边请。这便是楚楚之前住的屋子了。前几日啊，教坊放了一批姑娘除籍，这楚楚姑娘也在内，这屋子啊便空了下来。吴妈妈，那从楚楚离开之后，还有其他人来过这个房间吗？除了每日得有人打扫，再没有人来过这房间。不过教坊是允许除籍的姑娘带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
这屋里也没有什么楚楚的东西了。那楚楚平日可有和什么人结怨？那可是没有。像我们这种身份，生活本就艰难，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仇怨呢？楚楚这丫头也是命苦，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获罪，这才进了这教坊。人长得漂亮，为人又和善，这舞练得也认真，不然呀，也不会成为这教坊的花魁娘子。哦，我想起来了，年头楚楚认识了一位举人公子，这两个人呢，也算是琴瑟和鸣。但是后来这位举人公子没了盘缠，楚楚啊还偷偷塞了不少银子给他。那位公子感动的跟什么似的。后来秋闱说是中了进士，要娶楚楚为妻，我这才将她放了出去。不然呀，这花魁娘子哪怕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想多留上几年，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哎呀，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多留上几年呢。如今事情已经这样，那位公子可曾回来过？怎么没有？昨日还来了这儿呢，在楚楚的屋子里坐了一个下午。哎呦，这哭的呀，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你不是说除了平日打扫，再无其他人来过吗？老身这是忘记了。王爷，没有什么发现，但床下有一暗格，已经空了。这些东西我和柴胡都已经检查过了，这个香粉罐子和茶叶罐子看上去是在同一家窑烧制出来的，看上去比其他的东西更粗糙一些。那这茶叶呢，有什么问题？暂时还看不出来，它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茶叶和普通的桃花焙制出来的花茶。柴胡，帮我弄点热水来。好。琪琪，你觉得这件事还有什么问题？这个香粉里面有猫薄荷，至于这花茶，得泡开了才知道。王妃，小心，有点烫。果真是这样，这就是谋杀！琪琪，你没事吧？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柴胡，你下午找的暗格在什么位置？嗯。空的，什么都没有，线索又断了。七七，无妨，我们再查便是。此事事关你的隐私，我就不进去了。我去找舅舅叙叙旧。既然来了，怎么还不上来呀？去吧。雨娃娃，你来了。老道长，这是什么？和我有关系吗？此卦是我2个月之前所起的，上月15血月同7星连珠的天象，你该有印象吧？今天见也得知此卦，太子正在寻找应卦之人。如果找到了的话，要如何处理呢？这意究竟是异象异人，或者是异事之人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如何破此卦呢？那道长，你可有破解之法？这卦并无破解之法，但有5行相助，或可解天机。一路回来你都脸色不好，究竟发生了何事？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可以吗？五行相助，或解天机。王爷，怎么样？七七还把自己关在屋里吗？对啊，你们今日去云苑发生了些什么？一天了，静主嗓子都喊哑了，都没把人叫出来。你还记得王妃经手过的几个案子吗？念与我听。沈万两吞金案，小婉落水案，五行相助，五行相助，还有火烧仁安案、秦楚楚一案。从今日起，不准让王妃经手一切案子，尤其是和花草土木相关的。是。
但有五行相助，或可解天机。那我又该如何回去啊？我刚才说过了，此卦不可破。至于你从来处来，回去处去，等时机到了，你自然会离开。如果你注定要离开，那就留在这儿吧，哪怕是一具尸体，也好过失去你。被水冲走了，太好了，不用老夫出手，老天就收了他。尸首找到了吗？声势太大，我们的人还没有找到。不过按那个情况，太子必然活不下去。继续找，找不到我不放心。太子不在了，京中那些人也不足为惧。让他多活了19年，便宜他了。穆家的天下终将会攥在我李环手中。夫人，你且安心待在我身边。落花与晚秋无限，眉间点针至少眼，却不懂凡尘若烟。就此看缘起。莫非我遇到那个人了？我不会让他离开我的。我乃是新科状元，你们动用私刑，我定要在官家面前参你们一本。你最好提到你出去还是状元。今日既然把你请到这儿，就是有十足的证据。
吾与汝相识不过2月有余，而觉已过一生。相识未虽不美，至婚姻亦无谋之。然吾今生于子，一言不答。吾自幼丧母，与父兄亦不亲厚，得汝相伴，朝伴夕死矣。此母以我物，于今赠汝，既知能待吾半亲。夫留。臭道士，装什么清风道骨？分明就是骗人的！明明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可能是2个人？七七，知悉，我以为你生我气了。怎么会呢？礼物收到了吗？嗯，那是母妃生前最喜欢的，你要替我保管好了。对了，秦楚楚的凶手找到了，蔡洛南正在审人，要一起去吗？去。走。哼，死到临头了还不说！竟然是他！说，你是如何谋害秦楚楚的？没有，你血口喷人！王爷，见过王爷。状元爷，夹竹桃花备制毒茶，再用猫薄荷引得猫咪癫狂，再把所有的事情都甩到邪祟身上，好计谋啊！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是怎么考上状元的？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什么竹桃？桃花便是桃花，怎么会有毒？蔡大人，状元也渴了，看茶，免得他回头又拿折子参你。秦楚楚对你一片芳心，供你读书，你却一朝发迹，害人性命，无耻至极！给我喝！我的眼睛！穆知悉，你以为秦楚楚的父亲是谁？19年前侍奉过云飞。你说什么？想听吗？这一本是我们从秦楚楚那儿带回来的，另一本就是从许怀清家搜出来的。若真如许怀清所说，那日杀手的目标恐怕不是我们，而是这本书册。那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内容。母妃的死，也许……什么？你说什么？太子在江南赈济灾民，被洪水冲走了。皇上，您没事吧？9月初9，云妃身体不适，口吐黑血。吾等从九王爷赤蛇中发现毒物，未解。9月15，云妃身体日渐衰败，药石罔治。吾等恐命不久矣，解药之时，尚无头绪。这样。
知悉怎么了？知悉查到当年他母亲的真相了。父皇，小九，你来了，来。父皇，小九，快差人去找你太子哥哥。小时候你与他最为亲厚，如今他下落不明了。啊！皇兄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父皇，儿臣今日前来，是来告状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告什么状啊？等找到太子，让他为你做主。儿臣今日非告不可。好，那你说说，你要告什么状？儿臣依告当朝首辅李怀谋害皇嗣；二告李怀贪污奖银，使边关陷入10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三告李怀结党营私，鱼肉百姓；四告李怀卖官鬻爵，把持丘闱。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告状！儿臣前几日查猫妖一案，查到了当年曾为母妃诊脉的秦太医的女儿。父皇，要由我来念给您听吗？也罢，有些事是该说与你听了。当年朕对你的偏爱，招来了李怀的忌惮。他担心你威胁东宫，你母妃整日提心吊胆，凡是你入口的东西，他都要亲自试了才行。李怀家中世代为医，有一祖传方子，名为百忧解。中此毒者，就算再少的毒量，身体也会一天天的衰败下去。要是妄治秦太医手札中所说的，定是此毒。只是其中一味药材已经失传，没想到竟给他弄出来了。云儿自知时日无多，怕李怀继续针对于你，便让秦太医开了一副大承气汤，用糖哄着你服下。至于那药的功效，朕见你今日身体康健，想必你已经知道了。你母妃撒手人寰后，李怀胆大包天，设计摧毁秦宫，伪造你母妃的死因。说起来，也是怪我。那些时日，只为想赢一筹莫展。等北方战事结束，我还沉溺于战事失利的忧伤之中，听信了他们说的小妹自戕的鬼话，还觉得既病逝入皇陵，全了我云家的颜面。老夫真是糊涂啊！待朕处理好前朝疑乱，平定边疆之后，也是数年之久了。所以呢，过了几年就没事了。追究不了，也不能追究。李怀此人心思深沉，行事小心。等朕意识到此事是他所为，这半个朝廷亦都是他的学子门生，如何动得？你是皇帝啊！皇帝，这江山岂是朕一人能够坐稳的？治国之道，
又岂是是非对错、黑白善恶那么简单？小乔，你与太子不同，自小你就认死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可你知道，李怀一党背地里贪赃受贿、买官卖官，可政务上该做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少。若非如此，我们穆家的江山又岂能如此的稳固呢？谬论！若是如此，这江山不要也罢。小九，小九，既然这江山让你当了一辈子的懦夫，那我就先了这江山，看看能不能让你做一个合格的夫妻。小九。小九，这些年忽视了希儿。七七，你怎么在这儿？知悉，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宫中消息，太子失踪了，今日京中肯定不会太平。我让差户先送你回府，我和舅舅还有些事情要商议，答应我，最近先不要想安子的事了。那我在家里等你。好。希儿，舅舅，你别再劝我了。你以为舅舅就是这样的人？他李怀手中的血案，何止小妹一人？10万边关将士的性命，就是杀他10次100次都不够还的。那就都杀了吧。云飞的簪子，带他上车，走。孔法爷，那是连环投毒案的嫌疑人。对，多亏了您的关键性证据，人我们就先带回去审了。李怀怎么会出现？连环投毒，李怀投毒，对呀。知悉，我知道了，是李怀投毒。舅舅说的白油姐、你母妃中的毒，还有人案中的毒，都是一种毒。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要再劝一次人案的事。只要我们能在李怀的家里找到那种毒药做证据，那所有的案件就真相大白了，我们就可以定他的罪了。真相17，那是不是这个案子结束，你就要离开了呢？离开？那是道人所言。你还要瞒我多久？那知悉呢？如果我回去了，他会恢复记忆，跟我一块回去吗？他从未失忆，谈何恢复记忆呢？更何况他本就是此地人，如何与你回去呢？莫知悉，你偷听！我若不偷听，又怎会知道你竟是将我当做他人？又怎会想到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好，竟都是移情之举？宫七七，
我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我记得窒息的眼角没有这颗痣，真的不一样。柴胡，王爷，今日荆州事多，有你保护好王妃，不要让她离开王府半步。张嘴！大人饶命！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九王爷以官压人，强夺新科状元的妻子不成，杀人嫁祸。你应该去找官家申冤呐。对，事成之后，我会把解药给你。好，石爷，石爷，石爷。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穆之熙，穆之熙，你到底……穆之熙，穆之熙，你到底……嗯？古月，你被放出来了？对啊。我早就被放出来了，还请你参加我的除会宴。不过你家王爷啊，醋劲儿可真是太大了。知悉他……哎，打住！我不是来告状的，也不是来听你解释的，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要走了。嗯，走？你要去哪儿啊？随便啊，天大地大，哪里都可以，反正我有的是钱。孔七七，嗯，我可以带你走，你要跟我走吗？当然不行了。穆之熙现在的情况，我实在是放心不下。随便你，既然你不跟我走，那就江湖有缘再见了。等等。古月，我那个朋友他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他的爱人不仅没有伤害他，还救了他。那不是很好吗？他后来遇到了一个对他很好的人，但是这个人和他爱的人长得一模一样，但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人。他好像爱上了后面来的那个人，你说他该怎么办啊？这很正常嘛。世上本就没有两条一样的河流，也不会有两个一样的人。我想，你的朋友如此纠结，害怕自己被相貌所迷惑，但眼睛会被表象所迷，心可不会。可是，如果注定会离开他呢？毕竟，我还欠他一个谢谢和一句抱歉。如果你真的想留下来，你就不会想离开。七七，我们这一生不可能对得起所有人。问问你的心，问问他，是想留在当下，还是沉湎过去？
记住，遵从内心，它永远会给出最准确的答案。姐姐，没事了，没事了。我受伤之后就到了这个地方，一来就遇上云月溺水案。当时咄咄逼人的那个样子，真叫人讨厌。还有五行相助，或可解天机。五行：金、木、水、火、土。溺水、吞金、火烧、中毒、倒塌的寝宫。我怎么没想到，金木水火土都凑齐了，我怎么还待在这儿？是因为最终的凶手还没伏法，还是因为我在记挂这里的木之息啊？或许真的是时机未到。既然如此，对不起，木之息，我觉得现在的知悉更需要我。柴胡，柴胡！王妃，你这是要干什么去？柴胡，知悉呢？我有事情要找他。柴胡，柴胡，你告诉我，知悉他去哪儿了吗？王妃，我是真不知道王爷去哪儿了。那我不管，我就坐在正堂上等他。我就不吃不喝不睡，我就在这等他。王妃，你就别再为难陆姑娘了。她呀，当真是不知道九弟在哪里。但是呢，我知道。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血月当空，七星连珠，有意自西方起。九王妃，你这个意，当真是让我好找。李怀大人有命，我们七夕要抓活的。快快快，快点！我在江南确实遇险，但侥幸没死。李怀派人追杀，方才醒悟，索性将计就计。这2年，李怀借沈万两之手，敛财无数。他私自招募的军队，如今距京城不足100里。这2日，九弟和他舅舅已经将京城当中大部分李怀的幕僚全部拿下，要当众枭首。我凭什么信你？沈万两一案，如果不是我偷放了银锭，你们到现在还在困局当中。是你？那你和知悉？我和九弟本是关系最亲近的2兄弟，奈何元妃薨逝，九弟消极，而我听信李怀谗言，才导致我和九弟的关系越来越远。等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弥补不了。那太子是想让我做什么呢？父皇病危，众老臣也被李怀困在宫中，我要你进宫。
可是皇宫既然已经被李怀所控，我又怎么能进得了宫呢？沈爵，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他乃是李怀养在沈家的独子，因你破案而获罪，而后又死在了流放的途中。你3番5次的坏了他的好事，我想他定然是对你恨之入骨。除了你，没人能进宫。王妃，万万不可！那我进了宫，又能怎么样呢？我知你略懂医道，李怀已经禁止宫中太医为父皇诊治。我要你助我护他们身体健康。我答应你，我必将李怀一族连根拔起。届时，如果你说服了小九，我也必将不会对他动手。只是到时候，你们就不能久居在这京城当中，如何？好，口说无凭，立字为据。那今天见的披挂，谁说异象就是亡国之象？于我而言，你的到来给小九带来了新生，对穆家来说，再好不过了。居然自己来了，看来我的人马要白跑一趟了。带走。是。走。皇上身体如何？暂无大碍。琪琪，你就这样进宫，是不是太子那边已经有了万全之策？李首府，李首府，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李首府，李首府，李首府，学生要告状。李首府，学生状告那穆之熙以势逼人，强抢我七步者，企图废我双目，还要杀人嫁祸于我。众位学子，稍安勿躁，此事尚有疑点，不过请诸位相信老夫，朝廷一定会秉公处理。疑点？李首府，你也是读书人，该知我读书之人最重声名，我必不可能以此构陷于他。尔等若要包庇权贵，也须知书中除却忠君爱国，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学子们莫急，若情况属实，李怀，
九王爷，你这是干什么呀？吴知邪，你怎么敢？九王爷，不要！别动！吴知邪压了首府大人的门生，正杀上皇宫，我等火速进京救援。快走！快！九王爷，不要啊！不要啊！穆知邪，我死又何惧？可你杀不尽这天下毒术之人，天下毒术之人定会记得你今日之嘴脸。得其所，不亦壮哉！这肚子，李大人，光骗我！是。九王爷装病视若10余年，可真是好谋算，老夫都被你骗了。太后，都杀了吧！已经离我而去，不愿再见。受人仇人清除奸佞，就在今时，身负无仇，报不效，再杀上朝堂，众等此事了了，我便以死谢罪，其妾我们来生再遇。快！快走！快点！快！知悉，我的人马来了，你完了。泰安6年，李怀勾结前皇上沈万里，私吞边军饷银100万余两，使我军大败于漠北，边关百姓陷入长达10年的战乱。你竟然还活着！泰安10年，姐姐，这可如何是好啊？朱太有密道，找到小九，离开。官家，李大人派末将来请您，最后再看看您的江山。你们想干什么？李怀今日不杀我，想必是留我有用。但你们今天想把皇上从这里带走，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上！泰安29年，李怀奉旨主持秋闱，收受贿赂，将许怀清与优秀学子的考卷互换，使其拔得头筹。后许怀清因猫妖案被查，遂将其击杀。
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想必城外那些兵马已经被太子掌控了吧？自古成王败寇，我李怀技不如人，我认。我恨我19年前心慈手软，没有亲手杀了你这个祸害。你知道百忧解的发作吗？它能让人一点一点的衰败，皮肤一点一点的溃烂。可惜了，可惜了云飞那张倾国倾城的脸。小九，你说什么？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以为李怀真的敢杀你们吗？还不快去帮忙！窒息，是你吗？窒息。不敢杀我，就和你父皇一样，你们都不敢杀我！小九，不敢杀我，就和你父皇一样，你们都不敢杀我！小九，窒息，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还在？我原以为你是什么修罗杀神，原来只是一个心里只有女人的废物。窒息，带我回家吧。我要你们两个给老夫陪葬！王爷，王爷！太医！窒息，太医，窒息，窒息，你挺住！太医，太医，太医，有没有人啊？太医，来人啊！窒息，你挺住！窒息。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你回去吧，回到属于你的地方。我不走，我不走，窒息，你别丢下我，我不走，窒息，窒息，我不走。太医，太医，你可是连叫我窒息，我真希望我不叫这个名字。窒息，再叫我去相公。相公，窒息，
七，你醒了。七七，你终于醒了。对不起。来，下水让一下，先躺下。你叫什么名字？孔七七。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蔡护士。OK， 那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好，谢谢啊。好好休息啊。七七，知悉，我睡了多久？整整2个月。对不起啊，当时要不是我一时一气离开，你就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坏人已经抓到了。对不起啊，那天是我不好。谢谢你，知悉。对了，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以我们2个为原型创作的小说，2个月前刚收到样本。我本来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却不曾想。这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跟你说啊，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病娇的王爷，他呢从小就被坏人陷害，之后呢，他为了给自己复仇，他遇到了一个会验尸的大户人家小姐，他俩将李怀一起连根拔彻，消除了朝廷的隐患。所以这个讲的是一个跟着老仵作学了没有几天的天才女仵作和一个没人疼爱的王爷的爱情故事。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吗？当然，我是以我们2个名字为原型，所以他们。我觉得是时候了。七七，你嫁给我吧。七七。